来，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经过上一次我们说这个5分钟，不对，是5+8分钟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好整个 GMAT 的架构。好，但是呢，我想很多同学呢，其实可能看完之后呢，好感觉这个不太明显。好，所以没有关系，Dustin 今天来大家看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初学的考生，好，你只是知道你要考 GMAT，然后呢，你上网打了 GMAT 之后，却发现说，好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跟你讲说，哦，要去报什么样的补习班啊，好，或者是今天说要去要去听什么样的课呢？好，那我要跟你讲怎么样呢？好，那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考生，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好，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当然你已经做最正确的事情，就来看到这个影片了。好，这个是开玩笑。好，那我们来看。如果你打上 GMAT 之后，你应该要做什么？其实你要知道GMAT 的官网不叫做 GMAT.com。好，你打 GMAT.com 的话，你可能会轮到一些奇怪的老鼠的网站。好，像就是这个不是它的官网。好，你看到这个很像是诈骗集团的，这个才是它的官网。好，你要知道人家很认真的注册一个 MBA.com， 很认真的把这个域名抢注下来。好，但是呢，其实上它才是官网，但很多人会以为它是诈骗集团。好，请认证这个官网的正确名字叫做 MBA.com。OK， 好，那么来到这个官网中，你就发现说，好，我们撇开这个很讨厌的这个覆盖式的广告，不管它。好，我们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好，当然今天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好，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我先报考试再说，你就往这边走 ，OK， 好。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是说，我今天要不要买一个东西，我至少要先看我要怎么了解这个考试嘛，对不对？好，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考试长什么样子的话，当然你刚刚也听过Dustin讲说这个题型的，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熟悉这个考试。请你来到这边，好，这个 GMAT Exam 这个地方，好，来。下面有个东西叫做 Prepare for the Exam， 好，这边是放上去官方所给你的备考的这些资讯，好，那么当然这些资讯里面你可以看到 Test Prep Materials， 好 Handbook 是面前的，它里面有大概介绍一些就是简单的，你又给我跳出来了，好，下次请大家安装 AD Block，OK 哈 ，AD Block Plus 在这个地方，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文号没有跳出来，好，这可以完美的阻挡什么 ET Today 啦，好，还有什么一个大陆的网站啊，好，还有像比如说是不讲了，离题了，好，来这个地方。GMAT Handbook， 好，这个地方呢它是免费的，好，但是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也是觉得没什么感觉，看没有懂，好，这个是大家之后必定终归是要买的。那如果你有报补习班的话，你就可以跳过这个部分了，好，因为补习班都会给大家就是正统的 OG， 那当然了，有些补习班可能还会给你说影印的 OG 或者是所谓的仿冒的 OG，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最后都会遇到这个东西，最后都会遇到 OG 这个教材，好，但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看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个东西，好，就是官方所出的免费裸考软体，好，那请你一定要下载最新版的，因为最新版它其实功能全部更新了，好，那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来下载，好，那下载的部分呢，好，它提供了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启示，它给你 Windows 也给你 Mac， 但如果你今天过去是工程师的话，你电脑装的是 Unix 之类的东西的话，那就麻烦你好，还是先换回来正常人的电脑 ，OK， 好，Dustin 的电脑今天大家看得出来是什么？非常潮到出水的 Mac，OK， 好，所以当然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我们就用我这边就下载的是 Mac OS， 好，其实上我已经下载完了啦 ，OK， 好，来，我来带大家看一下重开一次会长什么样子 ，OK， 好，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来重开，在这个地方，好，重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来，先让你先等一下，好，来，这个就是它 GMAT Prep， 好，那撇开这个动画不讲，我们来看它进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来。你可以看到进去之后分成这3个页面 ，Prepare, Practice and Improve。好，来这个部分对不对？你可以稍微看没有关系，但是 Dustin 认为看完跟没有看一样。好，这个官方也其实有给你，其实老实说 ，GMAT 算是蛮用心的。好，官方有给你就是包括初学好，包括就是数学的这个 review 好，但问题是怎么样呢？这些 7 steps 其实老实说啦，好，老实说很多时候是适合外国人的。好，比如说外国人可能今天就是先做一回模考啊，好，然后就发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好，但是怎么样呢？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上场了。好，这7个 step 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看跟没有看一样，就跟你今天翻开 OG 里面，好，你可能之后拿到 OG 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些就是 instruction， 前面有一些指导，好，其实很多时候有看跟没有看是一样的，因为外国人是外国人的准备方式，好，外国人准备方式对我们台湾来说不一定适用 ，OK， 好，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们最重要的主轴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整个做题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好，就是假设你今天上考场的话，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你在你眼前那个电脑画面是怎么样的 ？OK， 好，来，假设你上考场的时候，你在你眼前电脑画面其实怎么样的呢？好，我们来看一模考软体，好是怎么样去
拟真我们考试的那个状况。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Take the Practice Exam， 这边就给你2回免费的，就是完整题库，而且完整的就是模拟考试算分机制的这个模考。好，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Dustin 乱做210，认真做就770。好，这个乱做大概是嗑了药或喝醉酒在那乱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你点下去之后你可以怎么做 ？OK， 好，来，比如说呢，今天我看一下哦，好。来，我先回上一页，因为我今天要重做测验，但不是给大家看这个烂成绩的，就是背后的分析。好，来，比如说今天怎么样呢？我要 reset 掉，好，我这边 reset 掉，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考一次。好，来，一开始大家看到应该是这样子，你要考的时候就会变这样，这个就是你考试的时候真正的界面。OK， 好，这个界面跟考试的界面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左上角写的不是 practice exam， 而是写了你的名字。左下角不是 an exam， 是什么？好，是空白的。换句话说，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是不能退出的。好，你如果想退出，你只有一件事，就是 run away，OK， 就是放弃考试。好，这个考试真正考试的时候，只你一上机，你就没有办法终止，你就没办法暂停的。OK， 好，你要暂停花的也是你，就是你可以，你就是去上厕所什么都可以，但是时间还是照扣。OK 哦，好。那这边会开始先去介绍一些考场啊，好，还有就是去讲一些就是规则，好，考场上的规则，比如说不要作弊，好，比如说今天好不要乱背题目出来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可能会这个考试有个特色就是说今天可以送，就是你考完这个试之后，他很佛心的，好，他帮你免费送给5间学校成绩，好，但如果你要在第6间以上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一间要多花20块钱美金，好，但这5间必须要你现在先选，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让你去选一些学校的 section， 好，那么再来呢，好，这个地方好在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它来讲述的是模考软体跟考试的差别，好，模考软体里面会告诉你答案，好，会告诉你就是怎么检验，但考试的时候永远不会给你答案出，好，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你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然后模考软体可以让你复习，考试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你复习，而今天怎么样呢？好。来，但是在考试的时候，你看不会有这个东西，不会有结束考试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这个考试就是一个由前到后 ，OK， 由前到后不能中断的考试。然后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呢？其实你在第一次考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背景调查，好，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好，你的一些准备的过程调查，好，那这部分是你不能避开，必须要做的 ，OK， 好，但是在这个模考并不会出现，好。那我们看完之后按下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它基本上不太会计时，好，都是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宣告啊，或者是一些介绍之类的东西。好，然后再来呢，它会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右上角的地方这边有2个资讯，第一个是时间，第一个是你的做题进度。好，这2个资讯都会显示在右上角。而今天怎么样呢？好，这2个资讯你可以关掉，也就是点一下之后你就可以关掉。好，这是考试的操作。而右下角这个地方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previous， 但考试的时候是不会有 previous， 考试的时候就只有 next， 就是一个不回头路的概念。好，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过的。好，那再来呢，来正式进入考试之前，它会怎么样？它会先给你一些界面的测试，好，先让你知道这个考试的界面长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个叫 AWA 的界面，这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的界面，这就对应到我们上次讲了什么？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就是好。5加8分钟了解绝缘媒体，好，这个就叫 AWA， 好，就是说今天文章里面会给你一些故事，好，给你一些故事，然后呢，在下面你要打出一篇论证的文章，说你支持这个文章里的论点，还是反对这个文章的论点，好，这边在告诉你的是说，你在这边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学会操作，好，学会操作说剪下、复制、贴上，比如说我今天写的是 I don't fucking care， 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剪下，把这边贴上，就变成 I don't care fucking。OK， 那如果你发现你做错，你可以按下什么？你可以按下 undo。好，那么 undo 就变 I don't care。I don't fucking care。OK， 好啦，这个是就是无聊了。好，我们去往下面看。好，来，再来，
这个地方它会告诉你说，今天我们这个考试只要是选择题，所有选择题都是5个选项的单选题。好，但这5个选项是不会有 A、B、C、D、E 的。好，那要提醒一件事哦，考试的时候这个选项是乱数的哦。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看到了 A、B、C、D、E 的顺序跟你看到的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你千万不要在以后准备的时候去看什么基金说什么好选 A 还是选 B。好，我跟你讲，每个考试的时候每个选项都是乱数的，所以别人的 A 不是你的 A 这样子，他可能跑到你的 B 或你的 C。好。那这个地方就让你试着操作，怎么样点这个圈圈 ，OK， 好，让你适应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有没有看到？像这个它就是告诉你说，如果是像是等一下可能会有文章的题目的话，它的文章会在左边，然后呢题目会在右边。好，那文章是不会变的，题目是会变的。好，而且今天只有在做完这一题之后才能看到下一题 ，OK， 好，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试试看，好，然后再来我们来下一步，好。再来这个地方来告诉你说，实际考试的时候其实是有2段休息的，而每一段时间是8分钟。OK， 好，那这个地方在讲述的是在考场上的状况，但是这边有讲说，如果你要休息的话，你一定要先举手，好，不能先回头，你要先举手，在你后面的这个监考人员看到你好举手了之后，他才会过来。好，然后告诉你可以出来休息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计时8分钟。如果超过时间的话，当然就怎么样呢？时间继续计，但你人就在外面逍遥啊。OK， 好，来，再来，这个地方告诉你的是说什么？告诉你的是说，今天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你没有做完题目，实际上是会有额外的惩罚扣分的。OK， 好，是会有额外的惩罚扣分。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如果你提早完成考试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完成考试了，你一样要先举手通知监考人员。好，换句话说，你在考场里面除了做题目之外，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要举手，包括脱外套、穿外套，其实也要举手。OK， 好。你要先让监考人员知道你有一些额外动作，这样子才不会到时候被找事情 ，OK， 被找事这样子。好，那考完之后呢，你可以去，就是到时候可以确认说到底分数要不要保留这样子。OK， 好，这边再大概讲一下，就是大概在讲的是这样的概念。OK， 好，来，再来呢，我们来看哦，好，再来看，我们来看。这边有跟你讲说，考场上会有额外的规则，那这些规则，请在考场上的时候务必要特别详读注意。好 ，Pearson VUE Center 在你这个地方，在现在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感觉上规则很多，对我们新手来讲，对不对？好像感觉上，这考试到底考场上什么规则嘞？会不会规则很多啊？会不会很紧张啊？会不会今天一个不小心就被赶出去啊？其实倒是要跟你讲的是不会啦。好，就是说你今天只要有每个步骤仔细看，有今天在考场前先用这个模考软体先知道这个考场的顺序，其实在考试的时候是不那么容易被赶出去的这样子。好，几乎没有人会被考试的时候赶出去。OK， 好，会被赶出去的基本上都是什么样？他故意摆目这样子。OK， 好，那这个部分呢，除了参考我们今天这篇影片之外，你还可以去看到今天有另外一部影片叫《台北考场的实战指南》。OK， 好，来，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好，接下来，好。再来这个地方，好，他在跟你讲说，哦，我们的教材都是有智慧财产权的，你不能抄，你也不能转录出去。好，这个东西我会告你。OK， 好，这个部分请各位牢记在心。OK， 这就很像是什么？很像是说我们说那个就是那个影集有没有告诉你说什么？哦，这个下载后请于24小时之内删除。好，其他的怎么法律责任恕不负责，类似这种概念。好，那这个具体上你会不会怕？就看每个人的什么，就看每个人道德底线。好，还有怎么样呢？还有每个人的就是胆量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好，来，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最新版的，就是考试所做的改革。OK， 好，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改革，就是说今天每个人在考试的时候可以选择考科的顺序。好，那就如你知道之前在那个5+8分钟了解 GMAT 那部影片所讲的，其实我们这个考试主要有4个考科。好。整合写作，好，分析整合写作，好，然后呢，整合推理，好，然后呢，量化逻辑以及语文逻辑 ，OK， 好，这4个考科怎么样呢？好，你可以自己选择顺序，好，那至于要选择什么样的顺序呢？看每个人的喜好 ，OK， 好，那喜好你可能会觉得很模糊，但是呢，倒是有一篇文章叫考科顺序该怎么选，各位可以移驾到那篇文章去。看说到底我们今天要怎么选择考序。好，那假设今天我就随便选一个，我就选就是以前最老的这个考序，就叫先写作文，再来做整合推理，后面再做数学跟 verbal 好了。好，那我们选完之后呢，我们来试试看。好，来，这个时候考试就正式进入了。在正式考试的时候，这个页面，好，这个页面
在介绍我们接下来的考科的第一个，先跟你讲时间，再来跟你讲说你要做的事情。当然没有人会就是真正考试才来认真读这个东西啦，好，因为大家一定是考前就练习好了。但简单来说，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第一种考试方式，对不对？好，这叫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一个短文，这个短文呢，基本上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很像是先讲一个公司的背景，或者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好，先讲一些背景，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他最近打算做什么事情或做什么改变。好，然后做一个就是商业策略之类的。好，然后我们要去写一篇400到500字的文章。好，然后怎么样呢？来就是来支持他或反对他，用逻辑的方式。OK，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按照下一 next 之后，你就发现，开始了哦。不好意思，刚刚按太快。OK， 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 next 就是手会抖，你知道吗？就很像是我们今天玩那个什么安装程式，有时候一直按 next，一直按 next，不小心就把安装程式跑完了。好，考试的时候为了预防这种手抖症，这个时候 GMAT 会故意设计一个什么？会故意设计一个 confirmation 的页面这样子。OK， 好，对话框。好，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它的测验就是什么？好，它就是先跟你讲，你看，这就是我这种题目的特色。就是先跟你讲说，今天好某一间公司有70年的历史，然后呢，接下来说什么？接下来说，有人来抄袭，好，有外国公司来做山寨货，好，来抄袭，然后再来说什么？那间山寨货其实上怎么样呢？其实上根本没办法去吸引这个正牌货，好，就是的顾客，就好像说今天大陆的山寨货，好，来抄袭苹果。好，然后但是没办法吸走苹果的顾客 ，OK， 好，那有些人会认为说什么？是因为什么样呢？是因为今天好 ，its product makes the exceptionally loud noise made by motorcycle X。有些人认为说是因为好，这个正牌货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很吵，但是山寨货没有这个特色，所以喜欢正牌货的人。他们就是无法接受山寨货 ，OK， 但是应该有别的理由 ，OK， 好，来，然后后面讲什么？后面开始讲其他东西，然后最后讲什么？最后这边讲的是好，最后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 ？Also,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 and motorcycle X highlight its durability and slick lines, not its noiselessness. And the ADs typically have voiceover on rock music rather than engine roll on a soundtrack.OK， 好，来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他还讲的是什么？他还讲的是说 ，OK， 来这边最后讲怎么样呢？最后跟你讲的是说，好，今天好这些电视的广告怎么去行销，对不对？强调了什么？然后呢，好播放了什么样的音乐之类的。好，然后整篇文章看完之后，你要去找到说今天整篇文章的主轴。好，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AWA 整个短文之后，我们要知道说它今天有好几句话。好，但哪一句话才是它真正的论点？好，来，那你可以怎么样呢？你要去注重的是什么？这句话里面的结论。所以像这边我们就要去想说，这3句话里面哪些是讲事实背景？像第一句话是事实背景，好，那哪些是讲什么？哪些是讲说好真正他的想表达的立场？那哪些是什么？哪些是他立场后面所指代的理由？像这个地方第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来是讲背景，然后怎么样呢？作者真正的态度是在这个地方有别的理由，所以这个别的理由的内容就在后面这个地方。那后面这个地方，他作者所提出的理由，我们就要去怎么样呢？去讨论说到底这个作者认为的理由正不正确 ？OK， 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要去写怎么样？为什么不正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OK 好，那这个部分呢，在这边会主要会打一个400到500字的文章。好，那这个部分在 Dustin 在部落格上也有放 AWA 准备方式，大家可以参考。好，比如说今天我就随便乱打 ，OK， 好，然后怎么样呢？好 ，Hello， 好 ，It's me。Hello, it's me 之类的 ，OK， 好，不要献丑，好，来，再来，这边打了400到500字的文章之后，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最后要留1分钟检查一下 typo， 好，检查一下整篇文章有没有拼字的错误，因为这个考试的时候它是不会有自动纠正的，好，对，所以那平常如果是习惯我们说平常打字自动修正的这种，就是 Google 啊，或者是就是系统自动修正的输入法，好，那你可能就要稍微适应一下，就要留给1分钟给自己做 typo 的检查 ，OK， 好，来。接下来打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好，这个阶段好 ，AWA 跟下一个阶段是不会休息的。OK， 好，下一个阶段叫做 IR。好 ，IR 的部分我们叫整合推理。好，整合推理的部分总共有12题。好，但注意哦，这个12题里面每一题都大概会有分2到3个小题。好，那这个部分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它
是按比例计分的，也就是说你这12题里面正确率多少就给你多少的分数，这样子 OK 好，所以不像是后面那个 V 跟 Q 的 GGYY 那样子，就是还要看你的难度给分。好，来这个地方是线性计分的方式，好，就是我们传统计分模式，就是你得到几题就得了多少比例的分数。好，当然这个地方有30分钟，然后呢，好，就是每一个题目下面有好几个小题，你要那几个小题全对，这个题目才会算是对的。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题型。好，像比如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数学题，好，就是给你今天好文章里面讲了一个就是一些条件跟公式，然后接下来问你说什么？问你说今天好。那它几个值可以满足 x 跟 y， 所以这边你要左边选一个，然后呢右边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好，然后再来，好，这才是叫完整一题。好，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第二题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他问他今天给你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商业流程图，对不对？所以其实 IR 里面大部分都是图表啦。好，那所以 IR 主要考验的是什么？其实考验的是你要看懂这个问题，好，就是你在基础阅读能力上，好，你必须要懂得这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好，然后再回去图表里面去细节找资讯。其实上图表本身并不难，难是难在很多人看的时候不知道他问题找的是什么。OK， 好。像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就要拿这些资讯，比如说24跟35，好，被我们输入是 A 跟 B， 好，那从这边开始，那我们就要先看什么？先看今天 A 是什么，那 B 是不是奇数？好，那如果 B 是奇数的话，那我们就要往上面去看，然后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T 就会等于 T 加 A。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说，那 T 是什么东西？我们就要回去文章里面找资讯，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看，像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像T 就是0嘛，刚刚前面 T 是0嘛，0加上24就是24，那23来这样绕过去，然后最后选一个答案这样子 ，OK？ 好，来，你看像这种题目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耗脑 ，OK？ 好，其实耗的脑不是什么，不是说今天真的很高等的逻辑，只是说今天你在看文章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注意，好，你要懂得他今天在问的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回去资讯找的时候要细心，不能粗心。所以 IR 基本上来考验你是你的耐心以及你的什么阅读的基础能力这样子。OK， 好，来，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做完这一题，好，那我们就很快的让你看有什么样的题型。像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也是数学题，只是这个文章里面比较像是故事类型，而不是只在给你公式这样子。好，那你一样是左右两边各选一个。OK， 好。像这个地方你们看到，只要它是用这样的排列手法，就是左右两边你要各选一个这样子。好，像这个是什么？这就比较像偏文章里面的这种叙述推论这样子，比较像是什么阅读题。好像这个比较像是什么逻辑题。其实老实说，这就是什么把 verbal 的东西，好，把两个题目画成一个题目整合起来考你啦，这样子。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图表题。你可以看到，好，你今天真的是考验你的阅读能力，对不对？你要理解他到底在问的是什么，再回去文章找资讯。而且这边还有互动式的图表，让你去怎么样？让你去根据这个选项里的资讯去做什么？去做筛选，去做排序，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再继续。有没有发现你不做完还不给你下一步哦？好，这就是很硬啦，哈，就是这个考试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样的要求非常严苛，就是你一定要做完每一题的所有选项，给你下一步。那你看这个又有所谓的什么？这也有所谓的图表题。其实你只要读懂他今天在问的是什么，再回去文章去，不要粗心，其实你是可以找到答案的。OK， 好，来，再来呢？你看哦。好像下一个地方，你会看到这边在问你的是什么？像逻辑里的推论题，问你说一句话叙述是对还是错？好，那只是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你要3个都回答这样子 ，OK？ 好，然后你还可以用里面的资讯来做分类。好，来，再来呢？你看哦，好，再来，你有没有发现，在做题的时候，你会有点恐惧，不知道你的进度在哪里，对不对？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点开来的 ，OK 哦。好，如果你觉得恐惧，就把它点开来；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好，就是不是在焉啦，好，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就是心情舒畅一点的话，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好，然后再来，这个时间同样是可以隐藏跟开放的。而考试的时候注意哦，没有 fraction review， 好，没有 end exam， 没有 post exam， 好，这都是所谓的模考才会出现的东西。但是在考试的时候的 IR 这个 section， 它有 calculator。它有计算机，好，只有这个 section 有哦，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计算机在考场上做计算。而注意的是，这个计算机跟什么？跟你的键盘是联动的，所以你可以用键盘上的那个，就是那个1 2 3 4 5 6 7 8 9来做计算。OK， 好，只有 IR 这个部分有，因为 IR 部分用到的计算会相对来说量体比较大一点。OK， 好，来。
而且 IR 重点其实也不在计算数值出来，而是在考你的什么推理能力。OK， 好，来像这个地方它就是给你图表，然后要问你。OK， 好，那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我们整个 IR 看下来，对不对？好，甚至还有这种题目，就是给你什么，给你3份资讯，然后要你怎么样呢？要你去做好这种推论。好，然后你可以发现，来继续，我们继续往下走。好，来再来，有没有看到？好，你要把这3篇题目，好，这个题目全部都做完了。好。来，全部都做完了。好，这个地方是第12题，也就是最后一题。OK， 好，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整份 IR 里面呢，其实上你大概看完之后，感觉就知道你要加上什么能力了，对不对？好，第一个能力是你要有耐心，能够读完整篇文章，并且抓重点。换句话说，你的基础阅读能力一定要强。好，所以 IR 如果做下来感觉很不好的话，如果你回去之后，今天回去做一次模考，发现 IR 做下来感觉很不好的话，代表一件事情。基础阅读能力好要加强了 ，OK 好，就是可以上到点部落格上看基础阅读能力要怎么训练。好，那如果你做下 IR 做下来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计算能力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要加强数学的部分了。OK 好 IR 基本上就是3个东西，好，基础的阅读推理能力，跟基础的运算能力，跟什么不要粗心细心检查细节能力，就是3个东西而已。好，所以 IR 本身其实上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困难。好，来。大部分 IR 会出问题的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你的基础阅读能力还是卡着有问题。OK， 它背后的运算跟它背后的什么逻辑推理其实并不困难。好，来，今天我们来做完这个地方，好 ，IR section 就结束了。那通常 IR section 怎么样呢？你会读得非常非常赶，因为它时间只有30分钟，可你可以看到每一题都需要认真去读文章才能够做出来。好，所以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如果你发现你在做模考的时候 IR 是写不完的，或者写得很赶的，请你一定要加强自己的阅读速度。好，来。再来，结束之后呢，我们来看哦。好，再来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AR 跟 IR 都一起结束之后，会有一个8分钟的休息时间。好，这个休息时间好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先举手，叫监考人员带你出去。好，带你出去之后呢，大概就只能在考场吃个东西、喝个水，不能看手机，不能看任何的材料。事实上，从你进考场的那一刻就不能再看任何的材料了，也不能再用手机，也不能跟别人交谈了。所以这8分钟你只能怎么样呢？你只能发呆、喝水、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也不能出去抽烟，好，你也不能出去下面买东西吃，好，你要吃的东西都要在进考场那一刻就要拿上来，并且给考场人员保管这样子。OK， 好，来，接下来我们下一步。好，记住哦，大概要算5分钟左右就可以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那个掌纹会刷不过去。好，你进出考场都要刷掌纹的。可问题是，到时你手汗症患者啦。好，到时你往往怎么样呢？右边刷不过要刷左边，左边刷不过之后还要有这个考场人员网开一面才能带我进去。好，那这种时间一来一往之后呢，很多时候进考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已经开始计时了。好，注意哦，8分钟休息时间结束之后，时间是不等人的，它会直接开始帮你计时。好，来。所以你提早进去是好的啦，好，至少可以留个保险。好，再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学的部分。好，数学的部分呢，它会有75分钟，75分钟总共是有37题。OK， 好，那这里它就会先跟你讲2种题型，一种是 PS 题，一种叫 DS 题，这边会给你看一些例子。好，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在所谓的 DS 题里面，PS 题里面就是直接怎么样呢？你去解问题啊，5个选项选一个正确的答案。好。那在 DS 题里面，他要问你的是2个选项的条件，何者是完整的 ？OK， 好，何者能够解决问题，解决今天题干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要你算出答案，而是说要问你完不完整。OK， 好，这在我们上次的影片也有讲过，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按下 Next 之后就开始，你们看到开始计时了，然后呢这边开始有37题了，对不对 ？OK， 好，来。DS 题跟 PS 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般的数学的，就是解答问题的题型，跟所谓的条件充不充分这2种题型是会混合出的。那这个比例上也没有一定，所以你也不用去猜了。好，像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就开始有问题说 ，OK， 今天下列何者好等于什么样的？等于这个的数值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记住，考场上是不会像 IR 一样给你计算机的，所以你也不用想说什么用敲一敲马上就可以敲完了。好。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在考你的数学能力嘛，好，就是你的量化推理能力，所以它不需要给你计算机，就是它看你怎么样去计算的。好，来，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要记住，在考场上你会有一个笔记纸，好，你会有个笔记纸，你还有所谓的笔，虽然他们给的笔记纸跟笔都是蛮难写的，我个人觉得，但是你必须要用它，好，用它来做计算。好，比如说我今天计算之后随便选一个东西，哦，随便选哦 ，OK， 好，不要借此来靠背到自己的数学能力不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做计算。好，来。
这个地方我随便选，好，然后呢选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来我们按下一题的时候，好，来下一题，它不一定今天是出同样的解决问题，或者是或者是所谓的另外一种题型，好像你看刚刚的题型，除了像刚刚那种就是单纯的就是数字给你，好，然后要你做公式的计算，好，也有这种什么给你故事，好，给你故事，然后怎么样呢？要你去选的这样子，好，来再来，你看这。有的时候它就直接，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它就直接出现什么？有的时候它就直接出现像这种所谓的条件题。好，那你要注意这种题型的特色就是，你真的不需要把这个答案真的算出来。好，你只要证明这个答案存不存在唯一解就好了。好，如果今天存在唯一解的话，好，确定存在唯一解的话叫 sufficient。好，那如果今天确定不存在唯一的解，有可能好多解的话，那叫 insufficient。好，那如果今天怎么样呢？不确定的，就是如果今天确定一定没有，也就是确定一定没有解的话，这个也叫做 sufficient。好，换句话说就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确定这个问题到底今天能不能有唯一的解答方式？好，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种啦。好，就是第一种叫什么？第一种叫做问你数字的，好像这个地方 How many dollars per hour？ 好，来。问你数字的话，那就是我们要讨论有没有唯一解。OK， 好，所以如果你发现接下来给你的资讯让你推论，让你去计算，算出来说，Jack 的什么的月薪的时薪就是什么，就是一定是5块，一定是比 Mark 多5块钱，不可能再多了。好，如果你发现你算出来是这样子的话，一定是5块钱，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永远是5块钱。这个时候叫 sufficient。OK， 好。那如果今天你发现说，给我条件，结果最后得出来说 ，Jack 的这个就是薪水有可能多5块，也有可能多6块，有可能多7块，6、7、5都有可能，这种时候叫 insufficient。好，这样懂了他考你的方式了吗？就是他今天不是问你答案是什么，而是问你答案有没有可能有唯一。OK， 答案能不能确定这样子？好，你就算不知道那个数字，但你告诉我说可以确定，那也叫 sufficient。OK， 好，来，所以今天如果是像这种问数字的问法的话，你要确定的是有没有唯一解。但如果今天这个题目问法是另外的问法，好，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好，来，像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的5个选项都是固定的。好，基本上就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条件1就可以让你确定有没有唯一解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单选条件1。然后呢，条件2如果不行的话，如果今天只有1可以，2不行的话，那就是选 A。好，只有2可以，1不行，那就选 B。如果2个单独都不行，但是2个合起来可以的话，那就选 C。好，2个各自都可以，换句话说就是 A、B 皆对的话，那就是当然选什么？选读。OK， 如果怎么样都不行，连合起来都不行，答案就选1。好，这在做题流程上，我们会先检查什么？好，我们会先检查第一个，检查完第一个之后呢，好，如果发现第一个单独 sufficient 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删掉 C 跟 B 跟 C 跟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检查第二个，如果发现第二个也 sufficient 的话，当然选 do；如果发现第二个不 sufficient 的话，选什么？选 A。好，来，但注意哦，这个时候做题流程上1跟2是要单独检查。换句话说，你想1的时候，你不能套入2的条件；想2的时候，你也不能套入1的条件。好，所以第一个先单独检查1，如果可以的话，删掉这3个，然后呢，留下谁？留下 A do。那如果不行的话，当然就是什么？当然就是删去这2个。OK 好，来再检查2，如果2可以的话，怎么样呢？那就是2个选项都各自可以，那就是选 do。那如果发现2不行的话，当然选 A， 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发现怎么样呢？好，是1不行，2也不行，但是2个加起来都却可以的话，那就是选什么？选 C。如果发现1不行，2不行，如果2个东西加起来都不行的话，怎么样？最后选1。OK 好，所以这个大家要稍微就是练习，就是说这样的固定解题流程，就是说先看1。先单独看1，再单独看2，最后再2个加在一起看。OK， 如果单独看各自都可以，当然直接选读。好，如果单独看发现只有1个可以单独成立的话，那这样就选 A 或 B。如果单独看发现各自都不行，但是在最后再全部加起来，如果全部加起来可以的话，选 C， 不最后选1。OK， 好，来
这就是所谓的 DST。有没有发现，刚刚听到这样讲，可能要听到我重复讲的第2次还第3次才能听得懂，对不对？好，实际上这种题型就是什么样的？比较我们过去没有见过复杂的。好，所以刚刚 Dustin 故意讲3次，其实上是想要帮大家加深印象了。OK， 好，那希望大家加深了印象了之后怎么样呢？好，之后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以有一套就是自己固定解题流程，先单独各自看，再合起来一起看。OK， 好，来，再来。好，终于过了这个煎熬，就发现，像其他题目，下一题有可能又回来什么？回来就是 problem solving 的题目了。好，你看这种题目，就是也有可能像是什么考这种。好，来，像这个地方，好，你看，来这个地方，好，它就不是问你数字多少，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问句不是问 how many、how much， 它在问你的是什么？问你的是 what's the distance， 它在问你的是 yes or no， 对不对？好，如果你今天能确定一定是或一定不是的话，那这时候叫 sufficient。但如果你跟我说不确定，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 insufficient。像这个地方，如果你最后发现有一个条件推出来，发现说 ，OK， 今天的题目问的是说它到底有没有骑超过6英里。如果你今天推出来，确定今天它骑了至少7英里以上，那就是一定会超过6英里嘛，这叫 sufficient。如果你今天推出来发现说确定它骑的英里数一定在4公里以下，有可能4，有可能3，有可能2，虽然有不同的数字，虽然今天4跟3跟2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不管哪一个都一定确定是什么，这个答案是 no。这种时候怎么样呢？也是叫 sufficient， 就是你要确定一定对或是一定错，你一定能回答他 yes 或一定能回答他 no， 这都叫 sufficient。但如果你跟我讲说今天他骑的范围是在什么？是在4到7之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如果是4的话，那就是什么 no； 如果是7的话，那就是 yes， 这叫做 insufficient。好，所以现在可以懂了哈，就是说今天 DST 的重点是在于说你要搞清楚它出题的逻辑。题目有2种类型，一种是问是否，一种是什么？一种是问多少的。OK， 问是否的话，确定是或者确定否都是叫 sufficient。如果今天卡在是否都可以的话 ，OK， 那就是什么 insufficient。那如果问数字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唯一解，好，唯一的实数解这样子。OK， 如果你告诉我说有好多个可能的话，那也不是 sufficient。你要告诉我说只有一个数字可以当这个题目要问的答案。OK 哦，好，就是这样的概念。好，来。再来，我们来看哦。好，比如说这边我们随便选一个。好，来，再来。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题型。那这个部分呢，到时你就想要用什么？就想要用快速的这种那个方式来跳过。OK， 好，所以这边到时你会慢慢把影片加速。好，来。现在我们做到最后一题了。OK， 好，现在我们做到最后一题。好，这个部分是数学，好，就是 quantitative 量化计算这部分的最后一题。好，那么这最后一题呢，当你按下 next 的时候呢，就会换到什么？就会换到休息的页面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剩时间的话，反正你也不能回去检查嘛，对不对？像做数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你按 next 之后，它不会给你上一步的页面。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考试，当时你已经说过了，这考试的特色是，它会由你前面的表现来决定后面要给你什么样的题目。好，所以你前面的表现就不能再回去改了。好，所以今天你如果到最后有剩时间的话，那我会建议你怎么样呢？先不要按 yes， 你先停下来。好，先就是假装自己在做题目，可是你其实心里面可以放空一下，休息一下，因为你出去之后，你刚刚省下来的时间也不会还给你。OK， 一样是跟别人一样，从8分钟开始计时这样子，好，来做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来，如果你今天好已经确定 OK 了，好，比如说时钟快要跑到结束了，然后呢，今天你真的想要出去休息了，好，这个时候请你按下 Yes。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告诉你这个 section 结束，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举手，好，举手，请监考人员带你出场，好，来，那荧幕上就会换成显示你刚刚在考场一进来的时候，他帮你拍的一个大头照 ，OK， 以及你的名字，还有他剩余的时间，好，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8分钟的休息时间，好，这个时候一样，等一下。我们大概5分钟左右就要进来。好，那在进来之后呢，刷完掌纹之后，回到你的座位上，你会发现说，今天考的是这个 verbal section。好，来这个部分对不对？好，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 verbal section 有3种题型 ，CR 我们简称为逻辑推理，好 ，RC 我们简称为阅读测验、阅读理解
SC 我们简称为修辞或句子改错 ，OK， 好，来或者语法 ，OK， 好，那这个地方稍微跟你介绍一下，但是其实上这个东西我相信去考场上考试的人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好，就是对这种题型的理解，好，但对如果你今天让我们知道看这个影片的人，我们可能对这东西还没有很明确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这3种题型长什么样子 ，OK， 好，来。首先按下 Next 之后，开始我们看到这边有41题，这边有75分钟，这一样是可以隐藏的。OK， 好，来这个地方呢，好 ，CRR 是 SC， 它会混合出题哦，没有说第一题先出现什么，有些人第一题出现一篇阅读，有些人第一题先出现一篇句子改错都有可能。OK， 好，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种题型，我们称之为逻辑题，就是什么？给你一篇短文章，这篇短文章短到大概只有在荧幕的最多1/3而已。好，大概就是2到3行的故事。好，然后今天它的题目会问你说，请问今天可以它会有不同的问法，比如说怎么样可以去攻击文章里的作者，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文章里的作者，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解释文章里面百思不得其解的矛盾，好，各种问题，像这个地方它的问题就是什么？好，你要怎么从文章里面的资讯推出以下的结论？好，下列哪一个结论是我们可以从文章里面的资讯归纳出来的 ？OK， 这时候5个选项里面你只能单选一个 ，OK， 好，这叫 CR 题。好，再来呢，这也是什么所谓 CR？ 你看 CR 题的特色就是什么？打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今天它的长度好，它有文章，但是这个文章的长度是怎么样的？大概大概就是占整个荧幕的可能就是最多1/3啦，它最多就是到这边。好，我看过最长的 CRT 到这边为止。好，但大部分情况都只有2-3行字而已，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它文章里也没有划线部分。OK， 好，这种题型就是文章里没有划线部分，但它专门问你什么？你看，像这个地方就是问你如何去削弱文章里的这个 plan， 好，如何去怀疑说文章里的 plan 会不会成功 ？OK， 好，然后下面会有5个资讯，然后问你哪一个资讯，如果我们得到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文章里的文章里的那个论点或那个方法一定是不会成功的。OK， 好，再来，好。像这一次考试，它是连出3个 CR 题啦 ，OK， 但是其实上在考试的时候，它有些时候怎么样呢？它很多时候它会乱数的出现 ，OK， 好，所以像你看有些时候 CR 做完之后，它突然跳到 SC， 不跟你讲。好，来 SC 的特色就是什么？就是今天你会看到，它虽然也是短文章，它也是就是短文章，好，但是这个文章怎么样呢？它会有一部分是划线的，好，然后呢，画完线之后呢，你要从这5个选项里面选出一个相对怎么样呢？相对在文法上正确、语义上合理且好。写法冗长精简不啰嗦的句子 ，OK，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SC，OK， 好，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会是5个选项里面选这个相对较好的，那其中 A 选项一定是跟原本的句子是一样的 ，OK，A 选项一定跟原本的句子是一样的，但是其他选项会是原本句子的部分改写或者全面改写，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根据我们对什么英语基础文法结构的知识，以及对语义的就是每个选项语义的理解跟判断，好，还有就是英语标准英文的这个写法的，就是冗长精简的判断，来选出一个好在整体上面相对较好的答案，这样子 ，OK， 好，那这部分各位可以参考到时间在部落格里面放的 SC 的基础的部分练习，好，那再来，不好意思，有点感冒，好，你看才做一题 SC 又跳回来 CR， 这是怎么回事？啊，它随机的 ，OK 好像你看这就是什么？怎么判断它是 CRT？ 文章给出来，发现说没有划线，而且它今天这篇文章里是大概就是2到3句话的长度，那你就知道它是 CRT。CRT 的说法就是什么？到文章里面的东西，好，然后呢选项那个题目会问你说，好。要支持或者要削弱或者是要解释，像这个地方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下列何者会怎么样呢？会削弱到文章里的假说，所以我们就要去读完文章之后，去根据每个选项的资讯来判断哪一个资讯最会让文章里面讲的结论会不成立这样的概念。OK， 好，这个是 CRT。好，然后再来，这是第3种题型，叫做阅读题。好，那你可以发现阅读题出现的时候，你就一眼就知道它的阅读，为什么？它整个版面都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好，整个版面上是左边是文章，右边是题目。好，那很多人会想说，那做题的时候能不能够先看题目再看文章呢？我会不建议，为什么？因为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你也看不到下一题。很多人在做托福或者说过去的英语考试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说今天先看完所有的题目再问什么，再回来看文章找重点。好，几乎文章不会好好看过一次。好，但是在剧院媒体里面不能这样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今天
它每一个题目做完之后才能到下一题去。好，所以这种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往往不能透过看完全部的题目再回来看文章。好，来解决问题。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做的方法还是先把文章先看过一遍。那么这个文章的长度呢，基本上文章的长度有长有短。我看过只有文章大概我程度只有到这边，只有到2/3的，这是最短的我看过。目前我看过最短是这样到2/3。好。大概也就200字到300字左右，但是长的话呢，长的话根据目前网络上考生分享的经验，你知道长到什么程度吗？长到这边还出现了上古卷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会有一个卷轴让你往下拉，然后它拉了整整的另外一个满版，换句话说就是2页的概念 ，OK， 就是左边右边铺满的概念，好 ，OK， 那这就大概几千字了，不是几千字啊，大概就是500-600字以上，好，那文章的长度你是无法预期的，好。那你也不要去乱想说今天文章的长或短是简单题或困难题，好，这个没有一个准 ，OK， 它可以文章写得很短，但是什么样的内容很难，或者是后面的选项出得很难，好，它也可以文章写得长，但它基本上就是指怎么样呢？好，故事的叙述而已，后面题目也不会出得很难，所以文章的长跟短跟什么？跟后面的题数，好，跟后面的怎么样呢？跟它考的那个难度没有直接的关系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们先看第一遍文章之后，再看什么？再去看题目来作答。OK， 这个题目有分哪几种？阅读里面有分哪几种子题型？比如说什么？像这个地方是主旨题。好，就是我们看完文章之后要知道这整篇文章的大意，作者主要的态度是什么？好，到底整篇文章是在解释跟批评方法，还是说是在对比什么？对比历史过去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还是再去描述跟解释什么历史的就是变化，好，类似这样的概念 ，OK， 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好，除了刚刚讲的第一种叫主旨题之外，还会问你什么？他还会问你说今天好，他会把文章里的一部分标起来，问你说关于这个东西何者正确 ，OK 好，他有时候会标，有时候不标，好，有些时候他直接给你一个概念，给你一个叙述，他也不帮你标起来，直接让你回去文章里面找 ，OK。但如果有些时候他考的是比较细节的，像这种就是专有名词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主角，他会特别帮你标起来。那标起来之后，他就会问你说什么？就会问你说比如说关于这个东西，下列何者为真？好，可以被推出来。好，那有些时候还会问你说作用，比如说作者讲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 ？OK， 好，然后有些时候还会问你说，请问今天这些人会相信什么 ？OK， 所以主要就是你要回去文章去定位到，然后呢去看题目上问什么，再回来去解答这样子 ，OK， 好，然后还有考这种题型，有没有看到？就是他今天说下列每个都有提到，只有一个没有提到，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找到唯一一个文章里没有提到的东西 ，OK， 这叫 except 题。好。那你可以看到，好，阅读大概就是3题到4题左右的篇幅，但有些人也有做过2题的，有些人也有做过5题的 ，OK， 所以这个真的不能说得准这样子。好，有些人有长的，有些人有短的，长短跟题目的多少其实跟你的难度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OK， 好，再来，你可以发现，再回来之后，你现在对这3种题型就有很明确的概念了嘛，对不对？就发现一件事 ，OK， 好，我看到题目我就会立刻反应是哪一种题型的，对不对？怎么说？如果看到一个页面直接切2半的，那当然是阅读，对吧？好，那我们就选择先从读文章开始，再去做题目。好，如果看到页面没有切2半，只是这边没有划线部分的，那当然是逻辑了，对不对？好，这时候我就会先看这个问题啊，问的是什么，再回去看文章，再去想我今天用这个立场要怎么去削弱它。OK， 好，那如果今天看到是什么？今天看到的是今天这个文章里面有划线部分，那我们就知道他在考什么，他在考所谓的 SC， 好，修辞句子改错，好，或语法，好，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样呢？好，我今天要去选一个文法正确、语义合理、写法漂亮的什么的选项。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去看5个选项它到底怎么改写的，我就会去关注5个选项长的差别在哪里。像比如说 economy 跟 economy 再去想文章里面到底强调是单数还是复数。好，像比如说什么，像比如说是经济还是国家，我就会想文章里面到底它比较的东西是经济跟经济比还是经济跟国家比。好，所以在做 SC 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关注到说 OK 5个选项之间的差异点，好，还有它写法的差异，到底它出题者在考我们什么东西 ？OK， 所以你会发现 Dustin 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但要了解这3个考科的特色，好，你还要了解这3个考科出题者，好，希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切入思考。如果你切入的方向错，你只会傻傻的读题，那就很危险了。像你看这个题目，我就是可以先思考这个 add restraint 跟 to restraint 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适合文章里的用法？有没有看到？
从差异点来思考，你就会变得有个入手点。好，所以做 SC 的时候，我们主要一开始从差异点来思考。好，那如果今天是做什么？好，如果今天是做像做 CR 的时候，我们主要是Dustin会建议大家先从什么？先从这个题干来看。比如说你看到题干里面这边讲的是说，哦，会威胁到这个方法的什么成功，所以你就知道我现在站的角度一定要是站在方法不会成功的。好，那方法为什么不会成功？是不是因为有副作用？所以有了这个先有了这个初步的想法之后，再回去文章看资讯，你会比较容易吸收。好，你会比较容易找到一些陷阱这样子。OK， 好，所以遇到 CR 题的话，我建议大家先看题干。好，再看文章这样子 ，OK， 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好，然后再来，好，你看像 SC 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样是从差异点下手 ，OK， 然后去选答，去一步一步的删去排除这样子，好，然后如果发现怎么样呢？你看有比较像的，有比较像的，你可以去往里面对照它的差异点 ，OK， 好，去对照就可以发。你对照的时候，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会变得很明显 ，OK， 好，任何微小的考点都会变得很明显，好。然后再来，你看，对新手来讲，简单来说 ，SC 就是长这样子，就是5个选项里面选一个怎么样的？你觉得写起来文法正确、语义合理，且就是文法正确、语义合理，且怎么样呢？且就是好写的就是最漂亮的。OK， 好，大家要注意哦，之后在高难度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相互的冲突。到底今天文法正确要优先，还是语义合理要优先，还是今天写法漂亮要优先 ？OK， 好。再来，这就是 RC 的地方。好，你看遇到 RC 的时候，文章不一定好，不一定是长或短。OK， 好，一样可能会有主旨题，这个顺序不一定哦。好，可能会有主旨题，然后可能会有什么？你看 highlight 起来，然后问你细节。OK， 好，问你什么？问你今天态度之类的。OK， 好，像这边问的是作者的态度。好，然后再来，你看。他还问你说，今天作者写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还问你是作用题 ，OK， 好，然后再来，你看又突然又回到了什么？又回到了 SC 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们就很快的把第3种题型就是赶快点完咯 OK， 好，到这边为止，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说，就是 GMAT 的，就是这个整个考试流程是怎么样的，对不对 ？OK， 好，以及它的各种题型的这长相，以及我们考试的时候要怎么去切入思考，好，跟一些基本的概念 ，OK， 好，到时你就是用这种机会帮大家做5个题型的基本的介绍，好，那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赶快就把这个5个部分全部都点完 ，OK， 好，来，那点的时候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好不免俗的还是要业配一下，好，你以为我要业配我的课程吗？错，不对，我要业配的是什么？是乐发的益丰冬瓜茶，还有乐发的苹果优绿。好，希望我这部影片在乐发可以活得比乐发久。好，乐发万一哪一天倒了，希望我这部影片还在这样子。好，来，乐发的苹果鲜绿真的蛮好喝的。好，我没有收他们家的钱，但是我真的觉得蛮好喝的。就是他们在你眼前把3颗苹果全部打成汁，好，然后呢，你可以知道你喝的是天然的，好，不是什么浓缩苹果汁。好，然后再来，在台北想要喝到好喝的益丰冬瓜茶，好像乐发也有进。好，我以前都很笨，我以前都从台南直接扛冬瓜块上来煮，然后煮一煮呢，好，就是会觉得很累这样子。而且你知道煮完冬瓜茶之后呢，那么一大锅，你放在那边，夏天招蚊子，然后冬天虽然冷却快，可是冬天没有人想喝冬瓜茶，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是好，我就直接去乐发买这样子。好，来，那以后每部影片，我想到时也想要帮每部影片业配一样东西。好，业配东西我都不收钱，但是到时一定是亲身试验过，反而是到时你赔钱给他，我买超多的，你知道吗？好，乐发的饮料每一次我经过的时候都会买一次。好，来，好了，排解完无聊了。好，那你看到我们刚刚做的就是一面讲话，到时你手也没有闲下来，好，手不断的运动，好，不是你想的那种运动，你可以看到手运动是指的是点选项 ，OK， 好，然后呢，终于点到了最后一题的数学，好，不对，最后一题的 verbal， 好，那这个 verbal 最后点到这边的时候呢，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考试就已经即将迎向了什么人生，不是人生的终点，好，就是即将迎向了今天的终点。这个考试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什么？今天按下 next 之后 ，OK， 等到你这个考试最后的 section 结束之后呢，好，这个部分它 GMAT 会先给你一些调查。好，在正式考试的时候 ，GMAT 在这边会先给你一些背景的调查，比如说你工作几年啊，比如说你的 GPA 多少啊，比如说今天你是来自于哪个国家之类的。好。这个调查先给你，好，只有第一次考试会给啦，之后考试就不会再问了，这样子。好，那再按下去之后呢，好，这个地方对不对？
他会先提醒你说，等一下看到分数之后，你可以选择取消或保留。好，如果你选择保留的话，这个分数就要保留5年了。OK， 好，如果你选择取消的话，怎么样呢？这个分数没有人看得到，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考过这个分数，学校不会知道，你家人不会知道，好，你的老师也不会知道，好，所有人都不会知道，只有你跟我跟独眼龙知道。OK， 好，来，但是这个取消分数能不能拿回来呢？可以，5年内可以再拿回来。OK， 好，这边写的是60天，可是实际上目前来说最新的政策是这样子的啊。好，最新的政策是5年内都可以拿得回来。好，只是你要付100块美金这样子。OK， 好，来，那这边好就是什么？你觉得你要取消还是什么？还是你要保留呢？如果你今天不确定你的分数该不该用，等一下看到不确定你的分数该不该用，你觉得你的分数不上不下？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考700以上，可是你今天考690，好，你会觉得这个分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要取消还是要保留？当然先取消啊，笨蛋哦。好，如果你保留的话，之后这个分数还是在，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考更高，你就不会想要看到自己不光荣过去。好，但如果今天你之后考不到更高的分数，你还是想拿这个分数去申请，还是可以把它拿回来，对吧？在账面上你会觉得说，人家会看到也只有你这个690的成绩，对吧 ？OK， 所以呢，等一下看到分数说，如果不是完全符合你的期望，你可能会犹豫的话，那当然先取消了。OK， 反正之后还是可以拿回来。对你自己来说，100块美金是小钱啦。OK， 好，来，接下来怎么样呢？按下 Next， 你就发现，开始对一下。就各位请恭喜我考了一个跟800分相反的分数，叫200分。OK， 好，你要知道 GMAT 的分数就是什么？GMAT 的分数表面上是0到800，其实上是200到800。好，所以200分算是破底了。OK， 好，这个真的是神之分数，有没有看到？就是数学6分 ，Verbal 8分，总分200分。你拿到200分这个分数，我想你应该可以发心得文了。我是如何考试认真做题做到200分的 ？OK， 你知道全部猜 C 都可能比这个分数高分哦。OK， 好，来，那当然了，好，这边是玩笑话。好，正式考试的时候，你直接会看到一个分数。好，那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呢？当下你可能会心情有点不爽，或者有点心情有点激动，或者有点开心。好，但 anyway 你要记得，这个考场不是你一个人的。好，这个考场位置还要给别人用，所以这个时候呢，请你怎么样呢？请你收拾你的心情，然后按下 next， 请你退出考场。OK， 好，这个时候去考场外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份非正式。如果你今天选择这边刚刚会先让你选择要 cancel 还是要保留。好，那如果你选择 cancel 的话，那当然就是出了考场之后呢，就直接走出门，你也不用跟他们 say goodbye。OK， 你也不用跟考场人员 say goodbye， 他们不会理你。OK， 好，你跟他们 say goodbye 呢，你的脸一定是哭丧的脸的，这样子他们也会觉得很难过。OK，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要做一件事，就是说，好，如果今天你是保留的话，你要跟他们领取非正式版的成绩单，他会把你保留的成绩用一个 A4 纸印给你。OK， 好，那在回家之后呢？就会收到正式版的成绩单。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考试的结束。那考试结束之后呢？好，如果今天考得不尽理想，你还可以上网申请 ESR， 上网申请一个加强版的成绩单。好，要花25块钱美金。但不管是取消或者回报分，或是有保留分数的都可以申请。OK， 好，你可以用那份成绩单来跟 Dustin 讨论说，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加强。好，那虽然今天好像我们是新手，但是我们发现 Dustin 把整个你到时候鬼门关会走到一招的状况都讲出来，对不对？好，那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听完之后，对不对？觉得说，我大概有个印象了，大概有个概念了。好，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好像我今天不自己做一次，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好，大家可以就很简单啦，你就直接怎么样呢？好，你就直接去下载这个 Prep 的程式嘛。好，你下载 Prep 的程式，然后今天直接打开来里面的什么 Practice Exam 去做一回完整的模考就考啦。好，那如果你说 Dustin， 好，其实上我觉得我刚看你这样做模考要花2-3个小时，好像很困难。我能不能先来试个水温一下？当然可以啊。什么叫试水温？你这边不是有看到一个 Practice Answering Questions， 对不对？就是什么？就今天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试水温的题型。那你就开始做短短的练习，这样子 ，OK， 好。那今天如果你练完这几种题型之后，觉得今天对于 GMAT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好，再去拿起 OG， 再去练习 OG 里的题目，好，这样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完全是无痛的入门，好。所以呢，今天来无痛入门，无痛准备 GMAT， 好，骗你的，不可能没有痛啊，好，应该说是无痛先踏进 GMAT 圈子，好，你要如何的去接轨呢？第一步当然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今天我们这部影片开始去怎么样呢？经过 Dustin 带一次之后，好，然后来实际的怎么样呢？实际的去试验各种题型，好，
并且接下来从接轨 OG， 然后去 OG 里面去每天仔细的去练习，仔细的去总结各种题型，它的考点，它的出题模式。当然，如果你在总结的时候发现有困难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参考Dustin的部落格 ，OK 哦，好，Dustin在部落格里面其实上怎么样呢？已经放上了各科目的，好，你可以看到。当时你在部落格这个地方，好，因为我平常在 A2GMAT 教书，有时候教一教怎么样呢？会觉得说，有些问题大家一直问，好，那这个时候呢，好，你说老实话，你一个问题一个月被问1000次，你也会觉得好有点累，对不对？所以我就后来怎么样呢？直接拍成影片了，好，所以这个地方5年之内，Dustin 在 A2GMAT 遇到很多的大家遇到问题，我都把它整理成影片了 ，OK， 好，你可以往这个地方参考，好像我们刚刚。就是影片里面提到的，你可以往这边参考。OK， 好，来，所以呢，在读书的过程中 ，Dustin 的部落格好也会一直陪伴你。当然，Dustin 的这个素人自拍影片也会一直的陪伴你。好，所以呢，你整个准备 GMAT 考试上，好，我想我们应该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了。好，来，那今天这边就是为就是所谓的超级新手好准备的就是整个 GMAT 的这个导览。OK， 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所帮助。好。那如果今天觉得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今天在这个就是页面下面留言。好，那以及就是说什么，以及就是说你欢迎来 A2GMAT 找我。OK， 好，那我会非常非常乐意跟大家去讨论问题。OK， 好，那当然讨论问题之前，你也可以稍微 click 一下这个询问问题的须知。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